从现存的历史资料中看，没有任何证据或线索指向经房或焦干曾经算过命，译者有医不自医的说法。那么艺术占卜方面，有没有不能自己给自己占卜算命的说法呢？显然是没有。相反，艺术占卜往往都是立足个人自己给自己占卜的，是为自己决议解惑的。甚至还可以说，大凡占验的技术，首先在自己身上验证过多次以后，才敢会用在别人身上的。所以，艺术和医术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实验路径。没有给自己算过命的大师，从来没有过。不管这个人的艺术水平如何，基本可以肯定，从他学会艺术的那一刻起，他第一时间一定是先给自己算一卦，看看自己什么时候行大运、发大财，看看自己有没有那种买彩票中头奖的命。一方面，这是人的本性、原始欲望所决定的。人生而受苦，谁都想少吃点苦，不愿没苦硬吃。另一方面，假如真的有命运这一说，升官发财、走桃花运这种事情，就像是命运中的太阳和月亮一样显眼醒目，连这都看不出来，那是根本没学会。经房和焦干作为易学大师，焦干的艺术各有沾验，经房达到了用之由精的程度，根本用不着史官为此再写一笔。他们必然对自己的命和运有过不止一次的占验，而婚姻大事则是必占必算的重要一环。经房20-30岁的年龄，当娶而未娶，婚姻大事已经摆在眼前，他的父母不可能不催婚，他自己也不可能没有男人本能的欲望。作为孝廉，他至少是需要生子来传宗接代的。焦干作为经房的老师，看到经房男大当婚，经房有一表人才，他会不会有认经房做女婿的想法呢？无非有这几种情况：一是焦干虽然比经房年长18岁，但他没有女儿，或者是有女儿但年龄不合适，虽然喜欢经房，也只好作罢；二是焦干有女儿，并且年龄合适，郎才女貌，但是焦干也许已经预见到了经房有亡身的悲剧，没有哪个父亲会把女儿往火坑里推，所以既不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经房，也不会做媒介绍别人给经房，主打一个远离火坑。假如焦干铁定认为经房必有亡身之祸，那么对于经房的婚姻大事，他很可能的态度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点破不说破，只说婚姻大事只凭你自己做主。这也许就是今天网络上流行的不介入别人因果的做法。那么在西汉，焦干是否会偷偷摸摸的给经房算算命、看看相、测测八字、摆摆命盘什么的？答案必然是肯定的。在焦干的时代，董仲舒刚刚把阴阳在易的思想引入到了儒家的春秋中，而素以方术和术数著称的道家，早已在西汉兴盛了数百年，整个时代都是妖气十足。况且他自己本身就是阴阳在易术的大师，想要知道自己眼皮底下的各个学生都有什么样的前程或命运，简直不要太简单了。焦干说：“得我道以亡身者，必经生也。”可见他不但给经房算过，也给自己所有其他得了道的学生都算过，才敢说别人都没有亡身，只有经房亡身了。我们再从经房的角度来看，经房在以士的方式拜焦干为师之前，他已经是经年不出户庭，得瑞经奇学的高级知识分子了。假如他此时还不会算卦，他遇到心仪的女子，或者自己身体太成熟了，有强烈的需求，他应该早早的结了婚。但事实却是，他在33岁入朝为官时没有结婚，而这时他已经把焦干的各种占验之术用之由精了。别的方面且不说，只说他33岁这一年要入朝为官时，作为人生中最重要且从未有过的大事，起卦占卜一下未来的前程，这是必然要做的，甚至是要精心准备的。至于经房得到了什么卦象，他又是如何解卦的，这些我们都无从知晓。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既然擅长阴阳在易术，他的解卦也必然从阴阳在易方面着手。然而仅仅8年之后，他便落得个杀头弃市的结局。这种结局在他33岁入朝之初的卦象中，有没有可能会预先的看到呢？假如经房艺术真有传说中的那种神奇，那么他一定早能看到，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这是因为任何卦象都是靠人来解的，任何人解卦，即便是遇到吉凶的卦象，也没有人敢断为必死。解卦的人一般只会说凶、大凶，甚至连吉凶都不会对你说。同样大凶、吉凶的卦象，对张三来说就是必死，但对李四来讲，也许只是血光之灾。摔了个头破血流，要不了命。变异是周易的本质，即便是面对大凶的结局，阴阳二气的变化却是永不止息的，因此就能导致千差万别的凶。但周易同时又有不义的一面，所以即便凶的千差万别，但每一种都可以达到大凶的程度，这个结局却是不义的。那么是不是就因此而认定命由天定，或者一切皆有定数呢？当然不是。上面说的变异和不义是按周易的游戏规则来说的。你既然用周易的方法起卦了，也要按周易的方法解卦。但周易并不是这个世间唯一的，或者说绝对有用的学问。尤其是我们今天所学的周易，可能根本就不是它原来的样子。这不是所谓心诚不诚、信不信的问题，问题应该是我们从学周易的最开始就不应该有这种心诚则灵的江湖骗术的心理套路，也就是用不着心诚，更不应该相信，因为周易是以道以理而存在的，他的道和理都不怕被小人、被坏人利用，怎么还会介意你的心诚不诚呢？光有心诚一点用没有，最关键的是领悟周易的道和理，这是智慧。恰恰需要的不是你的诚心，而是你敢于怀疑和质疑的态度。一味地诚心不疑，最终走向的必然是愚昧的盲从。在2000年前的易传里，古人早就认识到了学用周易的要义是玩占、玩象、玩辞。这是周易和其他任何宗教学说最显著的不同。别的宗教要求你跪着膜拜，而周易希望你把它摁在地上狠狠摩擦。这是周易入门的起码心态。如果你还不认同我的这段话，只能证明你离入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